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老贺。前两期节目我们简要的回顾了一下大空头的故事，并且对其中涉及到的金融产品进行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介绍。今天我们将从电影当中提炼出这几位基金经理他们进行投资决策的逻辑。相信到现在为止，大家对这部电影已经比较熟悉了，可能很多人去重温了这部电影。整体上讲，在2005到2008年整个次贷危机的发展演进过程当中，这几位基金经理都做出了较为正确的投资决策，也就是如电影的题目所讲的大空头。其中的很多细节为了电影效果的需要显得有些夸张，并不太符合基金经理人的严谨作风，但是其整个决策的逻辑依然是清晰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不会只停留在故事的层面，而是要借助这部电影来思考投资当中至关重要的决策逻辑。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有这么几个层面的逻辑。第一，独立思考，逆向思维。第二，主动创新，构建工具。三，深入调研，实地验证。四，坚定持有，拥抱确定性。当我谈到这4点的时候，可能熟悉这部电影的朋友，很多人脑海当中已经浮现出电影当中的情节或者他们决策的场景。所以我们今天对这4个方面，结合大空头的案例以及现实当中投资决策的例子，帮助大家理解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环境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确定性。也许将来在市场赋予我们历史性机遇的时候，我们能像大空头当中的基金经理一样，做出惊世骇俗而又精彩纷呈的投资决策。第一个环节是独立思考加逆向思维。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金融市场上的721的统计规律，也就是说在金融市场的投资当中，大约 70% 的投资者都是亏损的， 20% 的投资者能够盈亏平衡，真正能盈利的不超过 10%。 这个数据通常指的是股票市场的数据，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衍生品市场，例如期货和期权，那么盈利的比例比这个更低。所以在这个数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市场上绝大多数人他都是亏损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他们都是错的。除了在牛市的主升浪期间，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这种场景除外。如果我们放到完整的牛熊周期，你会发现这个数据基本上都是事实。所以在金融市场上，如果我们随波逐流，或者比较正式的称之为羊群效应，基本上我们都会以悲剧告终。我们必须得有独立的思考，并且大多数时候正确的决策通常都是基于逆向思维的。有时候在线上能看到有一些投资者经常会在微信群里打探消息啊，别看他们西装革履坐电脑屏幕前，甚至可能眼前摆了6个屏幕，当他在微信群里打探消息的时候，其实他跟菜市场讨论股票的大爷大妈并没有区别。这就是典型的羊群效应。这样的投资者基本上我们都知道他是没有入门的投资者，长远看他的结局只有2个字：亏损。所以逻辑上讲，正确的投资决策它一定是逆市场潮流而动的。所以在电影大空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独眼龙投资怪杰 Michael Burry 博士就是一个典型。他敏锐地发现，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硅谷的房价不仅不跌反而上涨，这种反常的现象它就不合逻辑。于是他深入研究了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数据，这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现实当中遇到一些违反常识的问题，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投资灵感。Michael Burry 他研究了房地产贷款的数据以后，他发现这些 MBS 背后支撑的一笔一笔的贷款，绝大多数背后都是低收入人群，或者是那些信用不佳 FICO 的分数很低的次级借款人。而且很多贷款的利率结构都是前低后高，也就是我们讲的 ARM， 叫做 Adjustable Rate，
就是可调节利率贷款，所以短期内看可负担性很高，但是长期里面当利率上升以后，它很有可能会违约。而 Michael Burry 精细的发现，这一切都将在2007年第2季度以后发生。这个就是独立思考。当所有人都说这是房地产市场，房地产非常稳定，坚如磐石，只涨不跌，他不相信，他选择自己去看最原始的数据。早期他看空房地产的时候，他是遭到了周边很多人的耻笑的。你既然说房地产市场风险这么大，为什么华尔街没有人说呢？ Michael Burry 说华尔街都错了。因为我们知道当市场转向的时候，绝大多数人肯定是错的。长远看，市场赢家只属于极少数人。当你与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左时，你不一定是错的。关键看你是否掌握了足够的逻辑和证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Michael Burry 第一次去投行谈这个 CDS 合同要做空房地产市场的时候，这些华尔街的银行家都耻笑他。他们的原话是 Michael 你要做空房地产，但你必须知道这里是华尔街，如果你想免费送给我们钱，我们一定会照单全收。即使遭到众人的耻笑， Michael Burry 依然能够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且当时有一个如日中天的人物，就是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格林斯潘曾经主宰美联储接近20年，1987年上任担任美联储主席，一直到2006年才卸任。所以2005年 Michael Burry 开始做空房地产的时候，当时的美联储主席还是格林斯潘。格林斯潘是美国担任美联储主席任期时间排名第2的联储高级管理人员，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比总统权力更大的人，因为格林斯潘一句话，全球的金融市场就会抖3抖。但是格林斯潘非常擅长言辞，擅长外交辞令，所以记者很难从他嘴里套到什么话。譬如下个季度的美联储的政策会怎么走，格林斯潘经常讲的滴水不漏，很善于应对媒体。但是由于他的位置太重要了，所以媒体对他有很多的观察。例如有一个著名的典故，记者每天会守在美联储的办公楼的门口，看看格林斯潘下班的时候提的公文包是大包还是小包。如果他提小包回家，说明近期美联储的政策不会有什么变动。如果他提大包回家，说明他晚上回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近期可能在研究美联储的政策走向。所以这么一位对美国经济举足轻重的，甚至比美国总统还要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发表了很多美国金融市场的观点。 Michael Burry 因为看空房地产，显然与格林斯潘的看法是相左的，所以很多人也耻笑他，说格林斯潘跟你说的不一样。包括他的最大投资人 Lawrence Fields 说，那格林斯潘为什么昨天说的跟你不一样？他的回答是格林斯潘错了。所以这告诉我们要独立思考，就是你不能迷信权威，即使是格林斯潘这样的货币政策的决策者或者是监管者，也不一定会洞察一切，更何况他们还有可能使用外交式的沟通技巧。所以你从他们嘴里很难听到真话，你只能相信自己的判断。在这一点上， Michael Burry 只相信自己的数据，相信自己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他有2个基本的思想灵感的来源。第一个是大萧条时期美国房产数据的启发，他从大萧条时期美国房产下跌当中找到了一些可确认的参数。2005年他发现这些事情正在美国房地产市场重演。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谈到的，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了，但是硅谷的房价却不跌反涨。在这种背景下，他才亲自去阅读 MBS 背后的贷款数据，而这些数据在华尔街几乎没有人去阅读它们。因此在投资市场上最危险的不是你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而是你有没有独立的逻辑支撑。只有不盲目跟风，有独立思考加逆向思维，你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那么 Michael Burry 他只是想到要做空房地产还不够，因为我们知道
房地产市场其实你是很难直接做空的，因为房子它不像股票一样，你可以直接去 short selling， 所以它需要主动创新，构建工具。这个时候他想到一个非常好的点子，就是用信用衍生品 CDS 去做空房地产。但是市场上当时并没有这个产品针对 MBS 或者 CDO 的衍生品在交易，所以呢 Michael Burry 需要主动去找投行去达成这笔交易，去创造这个产品。他需要把自己的观察转化为行动工具。我们看到当时市场上 Michael Burry 博士创造性的使用 CDS， 也是我们讲的信用违约掉期，去做空房地产债券。当时市场上没有人使用这个工具来赌房地产的崩溃，他是第一个。那么他做了什么？第一，写计划书，跟投行谈判，要求他们为自己设计这种非标准化合约。第二，当时没有人用这个工具，他去主动找投行来做这笔交易，所以 CDS 可以说是一个卖方市场。在这样一个卖方市场上，它是没有现成的定价模型，因此他必须接受投行提出的议价条件，所以他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交易结构是否能对冲风险，至于短期的价格没有那么重要。这就是我们交易当中为什么我们说要寻找确定性的机会。如果你找到了确定性的机会，那么我们就重视不重价，不要仅仅计较于一时的成交价格，因为在大趋势面前，局部的微小价差对你来讲几乎没影响。这就是主动创新的精神。没有现成的工具，那我们就创造工具。没有标准定价模型没关系，只要能用工具锁定我看中的确定性机会，那我们就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在现实世界的投资当中，很多基金经理他都需要有这种创新精神，主动去构建工具，达成他的投资目标。例如像量化基金开发新的算法，对冲基金设计复杂的衍生品，都是类似的思路。我们普通投资者呢，从这里也要学的一个道理，就是不能害怕工具复杂，关键是这工具只要它有一个基本的功能，能够服务于我们的交易逻辑，它就是一个好的工具。第三个要素，深入调研，实地验证。这个呢是另外一个基金经理团队，就是 Michael Bourne，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牢骚满腹的基金经理人，他的团队告诉我们，仅仅靠桌面研究还不够，还要深入的进行实地调研。所以我们在电影当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团队进行了这样一些考察。首先他们实地走访了房产中介和房主，房产中介带他们走访小区，然后他们自己的团队去挨家挨户敲门，去调研了一些房主。结果他们惊讶地发现，有一栋房子房主的名字竟然是用房东的宠物狗的名字去注册的，有些房子已经几个月没有住人了，甚至游泳池里面都长了鳄鱼。他们还去走访了房贷经理，结果发现这些房贷经理在发放贷款的时候根本就不去做征信调查，甚至他们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叫做 Ninja 就是忍者神龟。Ninja 是什么？指的什么样的客户呢？就是 no income no job， 没有收入没有工作的这样一些人，他们照样能贷款给他们。然后他们问房贷经理，这样的贷款你发放给他们，难道你们的机构都没有审查机制吗？他说这个星期五如果我们放了贷款，下个星期一就会有银行把这些贷款买走，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审查。在这个房贷经理的推荐下，他们居然去采访了这些房贷经理的客户，就是一些脱衣舞女。因为这些脱衣舞女通常都是没有信用分数的，但是他们手里掌握有大量的现金，这些人是他们的很重要的客户来源，通常都是给他们可调节利率贷款。这些客户往往都不理解这种交易结构，认为利率很低，而且手里通常都买有好几套房。例如图片中他们采访的这位脱衣舞女，她就有5套房子加一个公寓。走访完脱衣舞女以后， Michael Bourne 马上打电话回去，立即下单购买了 CDS， 做空房地产市场。
因为他们的这些实地采访给了他们足够的证据，告诉他们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并不是基于真实的购买力，而是泡沫和杠杆堆起来的假象，它一定会引领经济崩溃。这种调研方式非常重要，因为数据虽然能告诉你大方向，但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细节和温度只有在一线才能感受到。就像做投资调研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只坐在书房里看财报，还要去看看企业的工厂，走访供应链，跟客户聊聊天。调研呢是对假设的验证，没有调研你的逻辑很可能就是纸上谈兵，有了调研你的逻辑才能真正落地。第四部分非常重要，就是当你把握了确定性的机会以后，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坚定持有，深度拥抱这种确定性。这一步其实也是最难的，因为你所找到的机会，首先它就是你独立思考的结果，通常跟绝大多数人的看法都是相左的，这个时候你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例如在《大空头》这部电影里面，交易怪才 Michael Burry 面临的压力就非常大。第一，当你要做空房地产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理解，说怎么可以做空房地产呢？所以很多人会要求赎回自己的资金，甚至他的最大的客户 Lawrence Fields 直接起诉他。为了抓住这个确定性的机会，他交易的标的比较大，交易了10多亿美元的规模，这样他每个月要交几百万的保费，而他的基金规模本身并不大，如果客户纷纷赎回自己的资金，他很可能现金流就会枯竭，他会遭遇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从而无法完成在房地产崩溃之前实现利润的目标，所以他最后不得不采取限制赎回的非常规措施。这种压力毫无疑问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市场并不会马上验证他的判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05年他开始做空美国的房地产，真正崩溃是发生在2007到2008年，确定性的机会往往需要极长的时间才会兑现。如我以前的视频里讲的，市场通常要在反应过度之后，它才会掉头。所以 Michael Burry 面临这些压力的时候，他最终成功的抵抗了这些压力，坚定持有自己的头寸。为什么他能有这么好的心态呢？原因是他确实看清了背后的逻辑，有足够的把握，知道房地产市场未来的走向。类似的例子很多，例如巴菲特，我们知道98年到2000年的时候，纳斯达克的互联网泡沫非常疯狂，所有的公司只要沾了互联网，股票价格立马鸡犬升天。所以在1999年互联网泡沫最疯狂的时候，巴菲特受到了所有人的质疑，因为大家都说他是传统投资者，不懂新经济，所以媒体都认为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你能看懂新经济吗？你买的还是可口可乐、喜事糖果、吉列剃须刀这一套东西。现在你看看纳斯达克都发展成什么样了？在股东大会上，更是有投资者直接提问质疑巴菲特不懂新经济，所以巴菲特遭遇到了最强大的压力，被迫答应说我会关注纳斯达克，但终究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价值投资逻辑。等到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以后，巴菲特重新回到神坛，大家回头一看，发现纳斯达克跌幅高达70-80%以后，巴菲特的基金基本上没有什么亏损。所以呢，拥抱确定性就是在市场情绪和短期波动面前坚持自己的逻辑，不轻易被动摇。哪怕时间比你预期的更长，最终该来的一定会来。那么我们讲的这4个方面的逻辑呢，在这张表格里面简单的总结一下，从4个维度：思维方式、工具手段、调研方法、执行心态。所以从思维到工具到调研到执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思维决定你能否看穿表象，所谓的要寻找确定性的机会，核心就是你的认知，就是你的思维。思维决定你能否看穿表象。
工具决定你能否将你的认知转化为交易结构，也就是它能否落地。调研决定你能否验证书斋里的假设，而执行决定你能否最终拿到结果。所以从思维到工具到调研到执行，它是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如果我们在这4个维度上都能驾驭，能够相互验证，那你的决策就既有逻辑上的依据，又有实证数据的支持，又有工具可以落地，同时你还能拿到结果，这是非常完美的。但是我们在大空头的电影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不是每一个基金经理都贯穿了这4个环节。例如 Michael Burry 他就没有做实地调研，同样 Mark Baum 他的团队主要就做了实地调研，但是一开始做空房地产的这个 idea 并不是他们自己原创的，所以每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刚才讲了，如果你能够把这个闭环里的所有环节都能够运筹帷幄，那是最完美的。但是如果你有某一个方面的独特优势，你在这个市场也能成功。就像我经常讲的一句话说，智商极致的人可以没有情商，情商极致的人可以没有智商。就像爱因斯坦这样，就算他没有情商，他依然是伟大的科学家。当然如果你既有情商又有智商，那更完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譬如我们刚才讲的说，不要局限于在书斋里读报表，还要去实地考察、实地调研。但是巴菲特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读报表，他很少去实地调研，在报表当中他就能洞察企业的给他带来的机会。在这个电影当中也是一样， Michael Burry 他有非常深刻的洞察力，他能够读懂数据，他不需要去调研，数据就能帮他看透一切。而 Mark Baum 他擅长调研，所以他不看数据，他是直接去实地看，感受一线市场的水温，同样能做出可靠的决策。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从思维、工具、调研、执行4个环节呢，比较完整的解读了大空头他们当中的决策依据。当然这个决策当中有很多细节在电影当中它不能表达的太深，以免影响电影的可观赏性。那从专业的角度，背后还有很多更细节的东西，我们将来在讲投资策略的专题里面，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展开。好，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的关注，咱们下次再见。